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。这一期视频我们继续聊一个专门应对干咳烦恼的中成药百合固金丸。在这期视频里，大家会清楚地知道百合固金丸是由哪些中药组成的，这些中药各自有什么作用，它能治疗哪些不舒服的症状，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适合用它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分享一味大家很熟悉，但在这里用法却非常多的药材，它的作用可能连很多医生都没搞清楚，绝对颠覆大家的认知。好，咱们言归正传，要搞懂百合固金丸，首先得明白一个中医里的核心概念，叫阴虚。阴虚这两个字听起来很玄乎，其实用个大白话来说的话，大家一下就懂了。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正在煮着一锅汤的锅，锅里的汤水就代表着我们身体里的各种体液、津液，比如唾液、胃液等等，我们管这个叫阴。而锅下面烧的火就代表着我们身体的动力和热量，我们管它叫阳。正常情况下，水和火是平衡的，汤在锅里咕嘟咕嘟，一切都很和谐。但什么是阴虚呢？就是锅里的汤水快被烧干了，水太少了。大家想想，水少了，火还在下面烧，这个锅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干，越来越热？这种热不是那种感冒发烧的高热，而是一种干烧的虚热，反映到我们身上就是那一系列干燥和虚热的症状，口干、咽干、鼻子干，身体里缺水。最先有感觉的就是我们身体的上半部分，呼吸道最明显，大便干结，小便短黄，肠道和泌尿系统也因为缺少津液的滋润而出现干燥。那么肺阴虚又是什么呢？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肺就像一个需要滋润的花园，正常情况下，这个花园有充足的水分，土壤湿润，花草茂盛。但是当肺阴虚的时候，这个花园就缺水了，土地干裂，花草枯萎。在我们身体里，肺阴虚的表现就是经常干咳，没有痰或者痰很少很粘稠，嗓子干疼，鼻子也干，咳嗽时痰里带血丝，手心脚心发热，心情烦躁，脸颊发红，小便黄量少，大便干结，舌头红，舌苔很少。这些症状在肺结核、慢性支气管炎、支气管扩张、肺炎后期肺癌以及慢性咽炎患者身上都很常见，特别是癌症患者做完放疗后，这种症状更明显。有了上面阴虚的知识，那么百合固金丸到底是怎么巧妙的给我们身体加水降温的呢？我们来看看它的配方，这就像一个团队在打配合，非常有意思。首先是这个方子的君药和臣药，也就是主力部队是百合和麦冬，这两味药是润肺的专家，专门负责给我们的上呼吸道进行喷雾补水。百合能养心阴润肺气，麦冬更是心肺胃的滋润好手，它们联手直接缓解喉咙和肺的干燥感。接着是更深层次的补水大军，生地黄和熟地黄。如果说百合、麦冬是局部喷雾，那二地组合就是全身水循环系统的加油站。生地黄负责滋养全身的阴液，同时还能帮助身体凉血，清除虚火搞破坏后留下的一些热，而熟地黄则更侧重于补充肾阴。中医认为肾是全身阴液的根本，把肾的水补足了，全身的干燥问题才能从根上解决。然后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降火高手，玄参。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虚火吗？它就像一股没有根的火，在身体里到处乱飘。玄参的作用就是降火，把这股向上飘的浮游之火给拽下来，让它别在上面捣乱。而且玄参还有一个特别棒的额外功能，就是能散结，尤其擅长缓解咽喉部位的肿痛不适。它和后面我们要提到的药材可以说是缓解咽喉肿痛的黄金搭档。大家注意，百合、麦冬、生地、熟地、玄参这五味药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滋阴补水团，从上到下，从局部到整体，把身体缺的水给补上了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还有一些辅助的成员，比如川贝母，它的任务是化痰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不是干咳吗？哪儿来的痰？即便是干咳，也可能有少量又干又黏的痰，像胶水一样粘在喉咙里，很难受。川贝母就是来把这些黏痰化开，让它变得不那么黏，更容易排出。还有白芍，它是一个阴血凉补的好帮手，既能协助滋阴，又能补血，让我们的身体组织得到更全面的濡养。好了，现在关键的角色要出场了。这个方子里有一味药叫当归，
很多朋友一听，这不是补血活血的吗？比如女性月经不调会用它，放到一个治干咳的方子里，这是干什么呢？感觉有点不搭边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恰恰是古人组方最有智慧的地方。当归在这里有2个非常巧妙的作用。第一个作用叫和血。大家想啊，肺阴虚有虚火，毛细血管很脆弱，容易咳血，对吧？这个时候我是该用止血药还是活血药呢？用了止血药，万一有淤血怎么办？用了活血药，万一加重出血怎么办？当归这味药就特别有意思。根据一些古代用法，整个一根当归不同的部位作用都不一样。比如当归头偏于止血，当归尾偏于活血，当归身偏于补血。当我们把一整根当归都放进药里的时候，就等于把止血和活血的成分都给到身体了。它进到身体里，身体会根据自己的状态进行智能选择。如果我们的身体正在出血，身体就会优先利用它的止血成分；如果体内有淤血，身体就会利用它的活血成分。这就是中药神奇的双向调节作用。我们给它一个很高级的词，叫和血，就是让血液恢复和谐正常的状态。第二个作用就是它被隐藏的止咳功效。在最早的中药学经典《神农本草经》里，明确记载了当归有止咳的作用。所以在这个方子里，它不仅是调理血液的，也是直接参与止咳的。所以呢，当归在这里既防止了出血，又悄悄地帮助止咳，是不是非常巧妙？最后我们还有一对老朋友，桔梗和甘草，他们俩组合在一起就是著名的柑橘汤，是咽喉问题的专职护工，能利咽排痰。同时桔梗还能在药上行，像一个向导，把所有药的药力都引到我们的肺和咽喉这些病灶部位去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把百合固金丸这个京城合作的团队就介绍完了。它有补水主力，有降火专员，有化痰帮手，有全能的和血骑兵，还有润喉的专职护工。大家各司其职，共同来解决肺肾阴虚带来的这一系列干燥问题。那么我们了解了它的组方原理，就很清楚它到底适合哪些情况了。在使用百合固金丸之前，我们要先判断自己是不是肺肾阴虚的体质，主要看这几个方面的症状表现。咳嗽特点：干咳无痰，或者痰少而黏，痰中带血丝。局部症状：嗓子干疼，鼻子干燥。全身症状：低热不退，手足心热，盗汗，心烦。大小便情况：小便黄少，大便干结。舌脉表现：舌红扫苔，脉细数。一般来说，百合固金丸每次6到9克，一天2到3次，温开水送服。具体用量可以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轻重来调整。说几个注意事项：这个方子是治疗阴虚的，如果大家是痰湿体质，就是平时痰多、舌苔厚腻的人，就不适合用。外感咳嗽，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咳嗽，也不适合用这个方子。服药期间要忌辛辣、油腻、烟酒，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，比如梨、百合、银耳等。在现代医学的范畴里，如果有以下这些情况，就可以考虑使用百合固金丸作为辅助调理。比如慢性支气管炎、支气管扩张，很多这类患者的长期表现就是一阵阵的干咳，符合阴虚的特点。还有肺炎恢复期，在急性炎症消退后，有些人会留下阴液耗伤的后遗症，表现为干咳不止，这时就很适合。再就是肺结核，在临床上，像没有经过西药抗结核治疗的肺结核，很多都属于这种肺阴虚的情况。当然，现在肺结核必须接受规范的西医治疗，百合固金丸只能作为改善症状的辅助手段。第4，慢性咽炎，长期咽喉干、痛、痒，总觉得有东西，也属于这个范畴。第5，肿瘤患者放疗后，这一点要特别说一下，临床上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区别，就是化疗和放疗对身体的损伤侧重不同。化疗的药物性更多的是损伤我们身体的阳气，而放疗带有一种灼热的感觉，非常容易灼伤我们的津液，导致气阴两虚。所以很多肿瘤患者在放疗后出现的口干、干咳、声音嘶哑等症状，用百合固金丸的思路来调理是非常对症的。另外，北方的朋友们注意了，冬天送暖以后，室内湿度骤升，很多人会出现暖气病、嗓子干、鼻子干、眼睛干。这种不是感冒，而是人为制造的干燥环境导致的。
百合固金丸也能有效缓解这些不适。但有2点要特别注意。第一，它针对的是干咳或者痰少而黏的情况。如果患者的咳嗽是那种痰很多、很稀、白色的，那多半属于寒痰或湿痰，用它就不对了，等于给湿地里再浇水，会加重病情。第二，这个方子性质偏滋润、阴凉，脾胃虚寒、容易拉肚子的人要谨慎使用。好了，今天关于百合固金丸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本期视频的要点。百合固金丸是治疗肺肾阴虚的经典方剂，主要症状是干咳少痰、咽干鼻燥、手足心热、盗汗心烦。方子由10味药组成，核心是滋阴润肺，兼有化痰止咳的作用，其中当归的和血作用特别巧妙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在治疗咳嗽的时候能准确的用药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其他中成药的知识，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紫云健康频道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